呀，Hello，晚上好，等大家进来哦。Hello, long time no see. Oh, hello everyone. 因为今天白天的时候去拍照了，因为好久也没有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还拍了一些拍立得，到时候会抽奖送给大家。然后春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还在春节里，只要是在正月里，就还是在春节。So, how was your Chinese festival,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我陪妈妈一起过的春节，然后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然后有放烟花，然后陪妈妈，打麻将。对，我觉得春节在家就是，然后陪妈妈嗑瓜子儿，哇，嗑瓜子儿有毒。就是那种嗑了就停不下来，就一直想嗑，然后呢，坐在客厅里就是嗑，其实我觉得特别容易把脸嗑圆了，所以我觉得最近我的脸都是圆的，最近应该要好好减肥了，然后也准备把头发给剪了，这个头发实在黑黄不接，所以准备给它先剪一剪，然后看看怎么样把它衔接的好看一点。对啊，嗑瓜子儿又上火，然后嗑了又停不下来，然后嗑的这咬肌就很酸，这个感觉咬肌都嗑大了。要减肥了，过年真的稍微胖了一点，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减肥的。还是要，因为可能这种直播功能它都会有这个瘦脸吧，可能看起来会稍微瘦一点，但是我自己看镜子，我感觉自己是圆了一点的。对，要保持好状态，对吧？迎接后面的工作。大家的春节都怎么过的啊？
吃喝玩乐，感冒过的，那要好好养好身体哦。From Indonesia， 滑雪的水平怎么样了？还不错吧。因为为什么呢？本来应该会有新的滑雪视频，是第一，视频太多了，然后就是不太方便，就是通过这个像微信啊传给工作人员，然后呢，想说见面了再传给他们，所以就是 delay 了。然后再加上我把就是带过去的机器给摔坏了，所以刚刚维修好。对，视频太多，然后把机器摔坏了。然后其实大家滑雪还真的很要小心，因为过年的其实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养伤的。我的右肩膀摔的就有点不太利索，就感觉一开始穿衣服都疼，抬不起来，所以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对，机器摔坏了，直接摔得开不了机，最后一天都没办法拿到机器拍，然后固定器还被朋友铲断了。Oh my god， 就等于就滑雪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需要注意安全，真的是需要保护好自己。但是滑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啊，我认为是，而且这种户外运动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对，然后也可以尝试新的东西，目前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运动，对，然后把肩膀摔坏了就没办法打网球了，所以哎呀，网球给耽误了。然后滑雪，其实滑雪呢，而且可以去看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首先，滑雪的地方是很漂亮的，雪山嘛，对吧？就像之前打高尔夫球一样的，高尔夫球场啊也是非常的漂亮，雪山也是非常漂亮。然后每个山有每个山不同的美丽，然后登高望远，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地形。可以去小树林啊，然后也体验了一下滑粉雪啊，然后对，而且我觉得是每天都会把精力消耗完，然后睡得也很香啊，然后能够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啊，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对，我肯定会先把伤养好，因为久病成医嘛，首先就是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对。但高尔夫有一个问题，高尔夫，我自从喜欢上高尔夫以后，我就没有白过，这是很重要的。滑雪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的晒，因为我平时都很注意，包得很严实，然后最近也忙嘛，然后高尔夫就没有，几乎没有，我没怎么打高尔夫了。游泳当然很好了，游泳真的是非常好的运动啊。我先看一下，主要这个没有手机支架，所以我得一只手怼的这个，看看，哲瀚下次法国见面吗？下次见面应该是演唱会的时候吧。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this month? This month. This month have some classes. So have a lot of time to study new lessons.
5月见面嘛，5月当然要见面啦，5月肯定要见面啦。Can you sing the 我遇见我 for me is a song that I really like。怎么唱来着？阳光穿透蓝色的雾，那时的孩子全跳舞，我穿蓝色衣服，做优雅的学徒。哲瀚，不要把所有人都当成你必须背负的责任，你是你，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不需要把我们的愿望还给我们。我们希望张哲瀚的愿望全部还给张哲瀚，希望哲瀚健康、平安、快乐、幸福、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我肯定会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健健康康的。像拍戏啊、唱歌啊，肯定都是我非常热爱的东西。我也不是说为了谁去做，而是真的自己喜欢做这些事情。对，哪吒2去看了吗？大家去看了哪吒2吗？其实我妈妈每次讲的，我妈妈也去看了，然后那个妈妈每次都背出里面的台词，特别慷慨激昂。她就说，大概的意思可能没有那么精准，就是前方无路，我就踏出一条路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乾坤。然后我是非常喜欢后面最后的那个桥段，就是当敖丙回来的时候，哪吒头也没回，他就说：“我知道你会来。”然后敖丙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所以就是不要磨灭自己的激情和热情，然后要坚持走下去。对，还没有到故事的结局，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呢？对啊，我们还年轻，我们都还年轻。下次几时还会来马来西亚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呢。后面啥工作？其实后面有好多工作计划，但都是在准备的当中。对，好事多磨吧。我觉得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者是还没有确切的时候，应该要好好把自己的准备的工作都做好。拾荒者还有2首新歌，对。Is there a chance for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Lan?
封的信 to be realized on PUBU electronic version 蓝封的信。好了，没有完全100%的，是不是说有没有电子版的蓝封的信？哦，应该是哦。没有 ，no。511在哪里过？511，510，嗯，510跟大家一起过，哼。Will you visit Australia again? Yeah, sure. 还要去潜水吗？今年应该不去潜水了吧？今年好像没有潜水计划。What are your plans for work ahead? 下面就是说准备进组的事情啊，对。然后一直也在学习英语，对，所以好好把英文学好，然后提升自己的技能吧。然后有些上课，对，后面还有一些课程，然后对，希望在今年多进几个组喽。去拍戏。Yeah, any plan for next concert? Is it possible to be in May? Yeah. Congratulations. Bingo, you're right. 什么时候官宣进组？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稳中求胜。对，你们知道的越少，大家知道的越少，越保密，那就成功的概率越高。事以密成，有没有？没有教过你们事以密成。知道你们迫不及待拿个大喇叭巴拉巴拉，张着汗进组了啊，好开心啊！但是还没有进之前，就得要保密。法国不一定哎，法国还没有想好，法国啊，大家不要着急，法国不一定喽。打的哪种麻将？打的是江西麻将。哇，有好多。大家很想知道我的 MBTI 呀。是不是啊？嘿嘿，就不告诉你们，我不测。Do you have plans to go snowboarding in the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again? Yes, I want to go back again.
I'm obsessed to snowboarding. Do you study English well? How is going? No bad. So far so good. I think I've been waiting to see you for months. Can you kindly tell me the next concert location and when can I come to see you? I think probably next month. I think we will know. We will see the information of my concert. OK 哦，现在，哎呀，我把这个放一下。OK， 最近都忙着上课，上课，然后现在给大家普鲁斯特问卷。我感觉现在都有些不一样了。对，最完美的快乐没什么变化哈。拥有哪种才能想睡着，就是真的是跟21年跟现在是有蛮多不一样的。最恐惧的是什么？蜘蛛睡不够。我觉得其实最恐惧的应该是，对，睡饱，养好精神，向前冲。目前的心境是怎么样的？瓶颈期，听天由命。我觉得目前的心境是什么样的？看完哪吒以后，这个燃烧的心，这个 passion 又燃起来了。我觉得就是I will try my best for my next opportunity. 嘿嘿，耶！眼尖的看出来了，这是我们爱喝的外套我们爱喝的背心儿I don't know Chinese. Can you please little speak Chinese? But I'm Chinese. My English not good enough to speak all the time. But I will try, yeah. OK， 还在试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这个当然不会变啦，还是妈妈。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啊？至今一无所成。最伟大的成就。没有什么，我觉得就是自己离伟大还很遥远，而且还在路上。我只能说，对于自己，因为之前有在想学习英文的时候，有和老师就聊到 milestone， 就是里程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觉得就是说，人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吧，对，有2-3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去
可能去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你自己的哪个点让自己觉得最痛恨？其实没有什么让自己觉得很痛恨的点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爱自己，学会爱自己。然后呢，我觉得爱自己了以后，可能才会去改变自己一些身上不好的习惯。对，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体验我们要好好体验这个世界，体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自然的相处。对，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下一次咯，每一次都要开心，下一次一定要更开心。最痛恨别人的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太会痛恨别人。对，跟不喜欢的人就走远一些咯。跟喜欢的人相处合得来同频的人就多待一会儿。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我现在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财产和最重要的财富，就像妈妈说的一样的，其实是你的智慧啊，对，你的大脑装的什么东西，对，因为其他很多事情真的都是可以一夜之间就带走的，或者是哪怕我之前写的我运动天赋挺高什么的，那摔一跤或者遇到个意外那就完了。这两天其实也看到有新闻，有运动员受伤，看的也是挺心疼的。然后真的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做自己喜欢的运动，远离伤病吧。其实真的运动还是存在风险的，保护好自己。对，特别是运动员以这个为生，他更需要注意这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护好自己。最珍贵的财产，没有什么财产，但是最珍贵的事情一定是身体健康，对吧？然后保持好心态，保持好身体，这样才能健健康康的，每次跟大家见面都会留下快乐的回忆。然后最近也有跟导演商量新的演唱会的主题，因为新一轮的演出就开始了，新一轮的 tour， 对，主题啊，演出模式啊，因为多了一些歌嘛，然后主题也变化了，也有新的专辑出来了，所以就是说，明年、明年应该会更多的把重心放在戏剧上吧。对，可能在出歌上就不会像这2年这么的速度了，而且确实我觉得应该让自己在出歌这方面稍微让自己要想一想了。对，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是什么？程度最浅的痛，可能是，哎呀，不知道。不能洗头发，不能洗澡吧？不能洗澡还挺痛苦的。程度最浅的痛苦，长痘痘很痛苦的，长痘痘，挤了以后没挤干净，它又反复的发作。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当然还是
还是喜欢在舞台上做歌手的时候，还是对，如果单纯要说享受来做开心快乐的话，还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对，但是和写真里的时候我写真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啊？去年了吧？去年11月份是吧？11月份忘了，去年什么时候啊？韩国场之前吧。现在想法可能又有点变化，对自己外表哪一点不满意？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对自己的外表自信一点，对，怎么样自己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要好好的做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没什么好后悔的。最喜欢男性身上什么品质？我觉得男性身上言出必行吧，一种责任感，言出必行会比较有魅力。答应的事情就是尽量去做到。你使用过最多的单词或者词语是什么？现在好像应该会变了。通常跟朋友打招呼的时候，或者因为有的时候在香港嘛，应该跟朋友会说英文，把我们换成一个英文。打招呼的时候 ，How's going？ How's going？ 过怎么样？你们过得好吗 ？How's going？ 然后讲了一个有个很好笑的段子，我们在在泰国的时候，然后嘛吃早饭，我们的 DJ 是那个澳洲人 Australia， 然后我们在聊天，还有说英文的朋友，然后呢我说什么？我说的是我有点忘了，因为我们经常我记得我以前在演唱会我说过 keep in touch， 就是保持联络 ，keep in touch。好，然后结果当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突然混乱了，我说的是 keep in touch，keep in touch， 就是，然后他们两个外国人都愣了一下 ，keep in touch， 就是持续的摸吗？他说：“你要摸我吗？”就是，然后是 keep in touch， 不是 keep in touch。然后他说：“你是要不停的摸我吗？”然后我说没，我说不好意思，我说错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哈哈哈哈大笑。所以有时候真的学英文的时候，可能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笑话吧。喜欢女性身上什么品质？我觉得，独立，很独立，很自主吧。我觉得拥有自己能够拥有自己的工作能力，有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呢，自信，然后独立的女性都会很有魅力。最伤痛的事情是什么？最伤痛的事情，都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真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很对的，能够同频，就是同频的人像礼物嘛，就大家在一起，就是没有太多烦恼的东西，然后就很开心，哪怕坐一坐聊聊天，那种负能量就会全部都 go away。 对，什么 depression suggest for pain for
Get out way。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那当然最爱我的妈妈了。然后呢，如果要是说最爱什么东西的话，应该很喜欢艺术和体育吧，文体不分家。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其实我觉得何时何地，哪怕我觉得人要学会调节自己。又想起一个单词adjustable， 可调节的。我觉得大家都要适当都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身体啊、作息啊、休息啊，对。这样你才会让自己幸福值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会高起来。今天吃了几碗饭？今天还没吃饭。adjustable 也是可调节的。还没吃饭呢，为了跟大家见面，还没来得及吃饭呢，眯了一会儿，累了，拍了一天照，老累了。准备等会儿跟大家聊完了再去吃。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哎呀，我觉得还是过去就过去了吧。其实我很羡慕有些人呢，真的，他们我有的朋友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我觉得他说我可以就是我的大脑啊，就是可以这个记住该记住的，记住快乐的，忘掉所有不快乐的。就他喝完酒就都全忘了，不开心的什么不开心的都忘了，然后只记住快乐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我每天都很快乐，然后快乐可以杀死99%的癌细胞。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这句话。你的座右铭是什么？等着瞧。We'll see， 等着瞧。那必须快乐啊！那天活着多开心啊！那天拍照的时候，我就又站在那个街道上，看着每家每户，看着晾着的衣服，晾着外面的阳台的衣服，然后想象这家人住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大家都在这个可能相对拥挤的楼道里，有个孩子早上要去读书，傍晚要放学回家，那可能有个母亲正在家里准备着晚餐。这就是一个个家庭啊，然后车里街上走的人，然后车里面坐的什么样的人，一排排的车停靠在路边，有的在等人，有的司机不在。然后人行道上听到滴滴滴滴滴的声音的时候，看到绿灯的时候，大家川流不息，
红灯的时候停一下，抬头看看天桥上还有人在行走，你会觉得你只有在你健康，在你活着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一切啊。然后走到路边买个小吃，吃个鸡蛋仔，还看到一些关东煮，对啊，就很幸福啊。再来一杯手打柠檬茶，就很然后我们在这次上课的时候，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开始讲起了艺术，就讲到哀，然后讲到物哀，然后我就说，首先老师就让我来回答嘛，然后我说首先是要看这幅画，看这个东西怎么去理解哀这个字，物哀。其实有些同学也说的非常好，哀这个字其实是一种同理心和共情，你能对此时此刻此景感受自然给予你的强烈的情感，感受你自己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情感，对一片叶子也好，夕阳的颜色也好，流动的水面也好，对，然后今天还去做了一下 ferry 轮渡，对，就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啊。以前我老会觉得，可能因为现在工作也没有那么密集，所以我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去沉下来去感受一下，放慢节奏，边工作边感受，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其实我是真的是希望我的人生尽量不要的那么的像以前那么的匆忙，当然拍戏除外啊，因为在那个环境，如果拍戏之外的生活，我尽量还是希望多去走一走，多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吧，很美好，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对啊，我觉得就是你有一种物哀，有一种共情心和同理心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更快乐，你会发现身边当中可能发现不了的美，对。而且我的人生很精彩，跌宕起伏，是吗？我说的那句话 ，Who knows the future holds? We'll see, we'll see, we'll see, we'll see, guys. 对啊，我特别喜欢去旅行，而且我觉得带妈妈去旅行也是，她也很开心。这去不是去那个去了好多地方，妈妈也是很开心。但是呢，唯一跟妈妈出去旅行就是稍微有点 boring， 他们睡得实在太早了，7点钟就回房间要睡觉了。然后我就不知所措。好，是吧？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除了已经发布的福利，但是呢，工作人员还准备了其他福利，一共4个。让我们通过抽签来决定。抽签，抽就选3个吧，就选抽签。这他准备了签。抽签决定啊，选哪个？这是1、2、3、4，
1、2、3、4，选哪个？1、2、3、4。再打抽你，咱就没有福利了啊。3，好3，让我来看看啊。3是什么？挑选 OOTD。好，因为今天拍照呢，我去拍了新品，最近的新品。我很喜欢，所以呢，我就提前上身，也给大家看一下，也拍了照片。然后呢，怎么说呢？而且我喜欢这次的这个设计师，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给的一个主题，因为跟音乐有关啊。这个好，这啥？什么？挑选 OOTD。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穿的这一套，然后带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的主题，的名字叫云上钢琴家，所以我们用的都是蓝色系条纹。好，什么是 OOTD outfit？ 就是你的穿搭 OOTD。OK。哎呀，好渴，喝水。这是我们的叫 Panic 钢琴家 Panic。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衬衣，这里都是音乐的符号绣的，一个假2件的衬衣，每个都有音乐符号。然后大家看到没有？这个 EHZ.Z 是用的黑白琴键的模式，看到没有？黑白琴键就像钢琴的琴键一样。然后呢，这个袖口也都会有音符。然后呢，我们还有2款帽子。这个呢，你看像个爱心，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有没有看到三角钢琴的那个琴面，也是一点小心思。然后这个是琴键，但是它组合起来就像个爱心。对。还有我们很可爱的背带裤，还有一件 polo 衫，也很好看，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它也是绣了这个钢琴面的这个爱鹤的这个设计，这是琴键。这是钢琴的这个三角钢琴的那个面，它其实很多剪裁和流线型，包括你这个看的也是，它是用了那个这样的一个琴面的一个设计。他们做了2期，一个叫云上钢琴家，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沙漠吉他手，好像是，对啊，名字都取得挺有意思的。Piano， Cloud Panic， 换裤子，
OK， 1、2、3，选哪个？Piano in the cloud， 云上钢琴家。又选3，好，3，现场自拍做成小卡，截图吗？哦，我们现在直播的现场做成小卡，然后呢，送给大家，送几位？之后有活动再送吧，再送的是拍立得，就看大家能不能抽到。就现在先自拍就是。OK， 我会做成小卡，然后呢，记录一下今天，然后之后我们会抽奖再送啊。拍这儿不好吗？不行，拍不了。光怎么这么奇怪？好了，然后没有3了，最后一个了啊。哪个？12121212。好嘞，1 OK， 大家抽中的是晚睡故事。直播读晚睡故事。今天为大家阅读的是《我胆小如鼠》，作者余华。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我记得是在秋天的一节语文课上，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他穿着藏青的卡其布中山服，里面还有一件干净的白衬衣。那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我仰脸看着他，他手里拿着一册课本，手指上布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他正在朗读着课文，他的脸和他的手，还有他手上的课本，都对我居高临下。于是他的唾沫就不停地喷到了我的脸上，我只好不停地抬起自己的手，不停地去擦掉他的唾沫。他注意到自己的唾沫正在喷到我的脸上，而且当他的唾沫飞过来的那一刻，我就会害怕地眨一下眼睛。他停止了朗读，放下了课本，他的身体绕过了讲台，来到我的面前。他伸过来那只布满粉笔灰的右手，像是给我洗脸似的，在我脸上
抹了一把，然后他转身拿起放在讲台上的课本，在教室里走动着朗读起来。他擦干净了我脸上的唾沫，却让我的脸沾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嘿嘿嘶咯咯哈的笑声，因为我的脸像一只蝴蝶那样花哨了。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朗读到了胆小如鼠，他将举着的课本放下去，放到了自己的大腿旁。他说，什么叫胆小如鼠？就是说一个人的胆子像老鼠，就是说一个人胆子小的像老鼠一样，这是一句成语。我们的老师说完以后，嘴巴仍然张着，他还想继续说。他说，比如，他的眼睛在教室里扫来扫去，他是在寻找一个比喻。我们的老师最喜爱的就是比喻。他说到生动活泼的时候，就会让吕前进站起来啊，比如吕前进，他就是生动活泼，他的哔哔哔哔哔哔，像是插了根稻草棍，怎么都坐不住。他说到唇亡齿寒的时候，就会让赵青站起来，比如赵青，他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就是嘴唇，没了嘴唇，牙齿就会冷得发抖。我们的老师经常这样比喻，比如宋海，比如方大伟，比如林丽丽，比如胡强，比如刘继生，比如徐浩，比如孙红梅。这一次他看到了我，他说杨高。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就站了起来。我们的老师看了我一会儿后，又摆摆手说，坐下吧。我坐了下去。我们的老师用手指敲着讲台对我们说，怕老虎的同学举起手来。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举起了手。我们老师看了一遍后说，放下吧。我们都放下了手。我们的老师又说，怕狗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嘿嘿的笑声。我看到班上的女同学都举起了手，可是没有一个男同学举手。老师说，放下吧。我和女同学们放下了手。老师继续说，怕鹅的同学举起手来。我还是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哄堂大笑。我才知道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一次连女同学都不举手了。我所有的同学都张大了嘴巴笑，只有我们的老师没笑。他使劲地敲了一会儿讲台，笑声才被他敲了下去。他的眼睛看着前面，他没有看着我。他说，放下吧。我放下了手。然后他的眼睛看着我了。他说，杨高。我站了起来。我看他伸出了手，手指，他的手指向了我。他说，比如杨高，他连鹅都害怕。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响亮地说，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杨高。读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嘴巴都聊爆皮了。
错过的2是什么啊？错过的2是什么？错过的2呢是抽拍立得送给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哈哈哈哈！可惜你们没有选。怎么还在刷2是什么？知道2是什么了吧？苹果新哦，我屏幕上会出新哎，喂，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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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拜拜。我下班啦。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看看哈。最后回答一个什么问题？今天怎么想的带发箍造型嘛？对啊，造型需求啊，看起来很运动啊。然后回去就剪头发啦，长发，这2年的长发就结束啦，长发拜拜拜拜拜拜啦，拜拜。